有人谣传我有病，犯了胰腺癌，所以250瘦成了200斤。你们才有病，我那是忧国忧民，为民消的人憔悴。看来这次 A 股大跌，不是因为中国的 GDP 大涨，不是因为对中国经济没信心，而是因为谣传我有病。就像当年乔布斯患胰腺癌，苹果股价大跌一样，天降大任于我，倒车革命尚未成功，提前爆胎不可能。大家想一想，乔布斯患了肝脏都能挺几年，现在货源充足，皮布斯再挺几年又有何难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公子视频节目，我是公子沈。刚才那段影片是网上有人恶搞习近平的一个短片，用 AI 来制作了他讲的话。实际上呢，现在网上有一种说法，所谓的他患了胰腺癌活不过几个月，这种说法呢，我们听听就好，不会完全相信，毕竟这都是小道消息。以习近平的身份地位，他是否能够提早查出胰腺有问题，我觉得是不容置疑的啊。以他们的医疗条件和照顾的周全，不是太大的问题。所以说，身体出现状况造成一个意外，这种可能性还是极低的。但是这个恶搞影片讲的很有趣啊，就是说现在经济不好，是因为你说我得了病，所以说股市崩盘啊，没关系啊，现在已经到后面打破了这个说法，中国经济就好起来了啊。但是问题是，中国经济现在越来越差，经济数据越来越差，跟这个有关系吗？当然没有。但是中国官方是一再吹嘘的啊，我们看有人就开玩笑，拿出了人民日报在2016年的一篇报道，说中国预计将从2024年开始进入高收入阶段。网上有人开玩笑说，找到了一个开心过大年的理由，因为2024年就是今年呢，现在马上到了春节了啊。现在中国是不是要步入高收入阶段了？而且人民日报这篇文章还言之凿凿，不是说可能啊，说用6-7年时间跨过中等收入陷阱，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，并无太大悬念。这跟我们过去对中国经济的评判正好相反，中国已经坠入到了中等收入陷阱，甚至它都没有达到中等收入，然后还未富先老。所以说人民日报又给大家添了一个大笑料。看看中国经济的股市，看看中国股市，即使是国家队入场，政府砸钱，降息降准，结果什么呢？1月23号，当时国务院开会讨论中国经济问题，24号传出要设立2万亿的紧急基金来救市，并且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。这时候股市有所回升，到了1月26号又开始下跌，昨天跌，今天跌，跌跌不休。所以中国放出这样的信号啊，国家要怎么样的扶持股市啦，大家放心啦。只不过真正体现在股市上的只是一个小小的高峰或者是回暖，紧接着继续下跌。因为中国的经济基本面，上市公司企业的盈利都是不被看好的，所以你再怎么吹也没用，再怎么不管是人民日报官方媒体去报道去打气，还有政府国务院出台各种什么样的新政都没有用。我之前讲过，中国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你的消费不能够刺激起来，没有消费自然就没有制造业，没有整个经济的活力。那你为什么改变不了这个困境？你的内需为什么拉动不起来？其实理由很简单，就是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，这个极少数人当中也包括国企这些垄断企业，所以财富都集中在他们身上，普通人没有钱，没有财富，有了财富，最基本的人权法治有没有保障？这国家不可能改变整体的经济结构，变成一个消费市场，然后再加上政府的所有的所谓的改革也都是供给侧改革，更多的是雷声大雨点小。那么中国的经济怎么可能好得起来？刚刚说到这个雷声大雨点小，最近中国就开始要刺激房市了。1月29号开始，苏州宣布全面放开限购，不限面积，不限套数，并且经过了苏州市住建部门的确认。不仅如此，上海也出台了相应的政策，虽然没有苏州这么激进但是也是在想拉动房地产市场。毕竟房地产市场占了中国整个 GDP 的相当一部分，至少1半以上。
可是你就算开放了限购，大家如果认为这个房价会跌不会涨，为什么我现在不继续租房了，而去当一个房奴，让自己的经济压力更大呢？对吧？现在大家连生孩子都生不起了，养孩子都养不起了，怎么可能还去疯狂的购买房子呢？所以他越是没人去买，这房价越低，经济拉动不起来啊，他越着急，他越要放松一些管制。但是放松了管制也只是隔靴搔痒而已。美国知名的经济学家、诺贝尔奖得主保罗·克勒格曼在《纽约时报》上专门提到了中国经济遇到了大麻烦。这是在1月19号大概10天前发布的一个文章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他说，过去还说要称霸世界，结果现在中国经济一蹶不振啊。他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习近平所领导的团队啊。习近平作为一个糟糕的经济管理者，做了很多独裁者做的事情，就是任意干预经济活动，扼杀民营部门的积极性。这只是一方面。他说，即使习近平是很懂经济的，他也没有办法挽救。为什么？因为中国的经济模式是不可持续的。这就是刚才我讲到的所谓的消费占的 GDP 比重过低，其中包括了对金融行业的管制。你发放贷款，你不发放个人，不发放给这些中小企业，你只发放给这些国企、央企，能够替政府维稳的部门。其实它根本问题背后还是一个政治逻辑啊。所以民间经济当中，包括这个私营企业是获得不到贷款的，或者说这个比例是极低的，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去冒险，去进行创新，去进行竞争。保罗·克鲁格曼说消费者购买力如此之低的情况下，中国是如何能够产生足够的需求来维持产能的使用呢？那中国只能靠投资来拉动经济，而这种投资很难不发生回报严重递减的情况。你投资是在不断增加的，但是你的回报并不会像这个投资增加的比例那样增加。他说，中国的房地产经济泡沫终将要破裂。他给出的一个方案就是结束金融管制，允许更多的经济收入流向家庭。这就是我们过去讲到的，就是财富再分配嘛。加强社会保障网络，让消费者觉得没有囤积现金的必要。大家一定要存钱，因为害怕万一得一个病，万一孩子上学，对吧？万一要生3胎、2胎，你压力太大，所以一定要存钱，或者说未来怎么养老，对吧？这没有一个社会保障体系，大家只能是不愿意去消费了。但是他提到了说，政府不愿意这么做，政府还在进行金融管制，因为有人可以获益，谁呀？就是国企。而且克鲁格曼最后还提到一点，也是我们经常警告大家的，就是当中国遇到这样的经济危机的时候，它是否会通过军事冒险主义来转移人们对国内困难的注意力。这就是曾经纳粹德国以及军国主义时期的日本所做的事情，就是他们经济上遇到困难之后，他们要大规模的进行这个国有化，然后把这个国家变成一个更加社会主义的国家啊，更加中央集权的国家，然后走向军国主义的道路。克鲁格曼再次提出这种可能性。到目前为止呢，似乎他已经开始把这个资源往军队方面倾斜，这个已经看得非常明显了。对台湾是以武逼统，对香港是全面管制和镇压。另外，在国际舞台上，他也还是通过大撒币的方式要进行这个让其他国家站在中国这一边。之前这个瑙鲁跟台湾断交这个事儿，我之前也讲过好几次了。最近路透社曝光了，说中国给瑙鲁的这个援助承诺，说不是一次就结完了，而是每年都给1亿美元。但是瑙鲁整个全国的人口才1万多人，也就是说，他每年从中国那儿获得1亿美金，到每个人的头上，每年可以折合7万多人民币。每年给你7万人民币，哪个人不愿意？你只不过是跟台湾断交而已嘛。这笔钱不要白不要啊！所以对于这个瑙鲁来讲，他一定是欣然接受的，所以跟台湾断交。所以这样国家非常好收买。中国的大撒币这些钱就是这么花出来的，不管是一带一路还是这种金元外交。所以我就说，台湾没有必要跟中国去比谁的口袋更深啊。他们这个钱是随便花的啊，是中央政府，这些纳税人的钱是随便花的啊，没有任何的节制，更没有监督问责。所以说，台湾没法跟中国大陆去比拼这个，还是要聚焦在跟美国的关系、跟日本的关系，对吧？想办法去加入跟其他国家的自由贸易协议，未来促进这个军事上的同盟关系，这才是根本。至于这些小国家没有就算了。那么当然，我们还是要提一点，就是中国是否走向军国主义。这里面有很多的变数，有很多的因素在主导啊，其中一个就看西方跟中国的关系，
很明显就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这种围堵制裁还在不断的加大，那也会这个跟中国的这种闭关锁国和开倒车相互作用，最后变成这样的一个更极端的双方的冲突。比方说，美国的佛州就下令了，最近下令说，中国学生不准进入高端的实验室，有的中国博士生被迫退学。佛州是个红州，州长也是一个共和党的建制派当中的明日之星啊，所以他们一直走在对抗中国的最前线。其他的州慢慢的也会都跟进啊，这个毫无疑问，毕竟对付中国早已是两党共识。只不过大家有的人走的前面一点，有人走的后面一点，走得快一点跟走得慢一点的区别。那这样的话，其实也是在推动跟中国的脱钩，对中国的封锁跟制裁。所以说，跟中国内部的这种为了政治生存的挣扎相互作用。我们没说什么好什么不好，什么应该什么不应该，这个不重要啊。重要的是我们作为旁观者去观察正在发生什么，未来可能发生什么。所以习近平是在跟时间赛跑，你是否能够尽早的跟西方切断关系，然后一意孤行，去把整个中国扭转，变成一个定于一尊的走向朝鲜化，跟整个西方世界对抗，甚至发动战争来转移矛盾，还是说继续这么拖下去，拖到你等那个时候想这么做的时候已经晚了，中国已经四分五裂，共产党已经没有权力没有资源去号召大家去团结一致了啊。那这就是跟时间赛跑。那么中国现在就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挑战之下，我们持续观察。好，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，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。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，别忘了加入会员，收看会员专属的影片。另外，未来这几天我还会开始制作一些公子阅读的栏目，已经跟大家久违了，已经将近1个月没跟大家读书了。好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